在拉萨休整了1周，今天开始阿里大环线。现在离开了拉萨，第一站我们先去羊卓雍措。我们今天不走寻常路，准备去没有人的地方环湖。羊卓雍措非常大，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羊卓雍措的边上。我们有5个人临时结伴，雇了一辆酷路泽。看到路边有一群牛，我们停下了车来。羊卓雍措是西藏的3大圣湖之一。今天天气还不错，但是云比较多。看一看，这是羊卓雍措。措就是湖的意思，很漂亮。羚羊，这是奔驰的羚羊，这是野生的吧？它发出警报了，警报了以后呢，它那个尾巴就翘起来，毛啊，白毛就露出来了，就是它互相发出警报。有时候它不发出警报。我们继续绕湖前行。是吧？啥都有。你就关键一点，你就是想着不穿裤子一个人拿相机。有道理，这类经验真。好多女孩子就光屁股。对呀。手机号，这个交给你。我拿过来我羊湖的沿途有非常多的牛羊和牧场，非常漂亮，非常好看。他们为了标记啊，都上了点色呀。哇，这个侧拍开车的时候，我买的有，但是我平时开车我没法拍。日托寺，这样拍不好看啊，这样拍不好看。耶，湖中的一座孤岛。我们准备登上这座孤岛的山顶，去看一看羊湖。我们的车开到了湖边，准备往上爬一爬。这个海拔还是比较高的，爬起来有点累。我人也转过来。湖面太美了。不在我这里。现在云层有点厚，不过湖面更加的神秘。在这里静静地坐上一会儿，真的很舒服。我们继续沿湖行驶，又看到了很多牧场和牛羊，还有赶牛的牧人。哇，这是野鸭，这野鸭飞得真好看。这一段的公路太美了，远处是雪山，而且公路非常棒修的。我们
们今天晚上准备去住在日喀则，从这里开到日喀则还要3个小时。因为都不知道哪段拍的好，就且找。不过一路的风景也非常漂亮，真的太美了。时不时的拐过弯来就能看到雪山，一会儿就要经过卡若拉冰川。哇，这就是卡若拉冰川，现在天色已经渐黑，还是很壮观的。非常美好的一天行程，明天我们准备去珠峰大本营，给大家带来更壮观的景色。我们这次的阿里大环线一共有将近20天，所以请大家锁定继续收看整个阿里大环线的壮观美景。我是行走世界的北京老刘，谢谢关注。今天是阿里大环线的第2天行程。我们非常幸运的看到了珠穆朗玛峰。昨天晚上我们住在了日喀则市，今天一大早就出发去珠峰大本营。这是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非常著名。我们现在出发去珠峰大本营。珠峰大本营也是我们这次阿里大环线比较重要的一个景点，也是怀着非常忐忑不安的心，因为很多人到了珠峰大本营都看不到珠穆朗玛峰的真容。这是在去珠峰的路上，蓝天白云，经过了一个垭口，这里面基本到了5000米，路边有牌子，这是进入了珠穆朗玛国家公园。这个国家公园范围非常大，现在为了保护珠峰周边的生态环境，有很多严格的举措。整个去珠峰的路上，风景还是挺好看的，慢慢的就可以看到雪山了。现在天气也是每时都在变化，一会儿是蓝天白云，一会儿又有乌云，所以非常担心到了珠峰看不到珠穆朗玛峰的真容。终于到了珠峰大本营的景区门口，在这里要停车办手续，每辆车要缴纳320元的车费。是买了门票，珠峰的自驾车320，门票1张160。去珠峰大本营的门票确实还是比较贵的。首先开车进去，一辆车要缴320块钱。然后车上的每个人要有160块钱的门票，然后可以开着自己的车，要开100公里左右。这100公里的路程中有很多的观景点，可以远远的看到珠穆朗玛峰的峰群。这个位置海拔是5200米，所以一定要慢慢的行动。在这里拍照也还比较漂亮。很多经幡，远处一排雪山，其中就有珠穆朗玛峰。这是我真的是感觉。自驾车到这就要下车，
然后买景区交通车的车票，去珠峰大本营。这边卖票的地方，一个人120。作用，按照去年半年来计算的话，它的游客接待了将近10万人。根据统计的话，这就是景区的交通车，大概20多公里，120。太幸运了！我们终于到了终点，这里面就是珠峰的游客大本营，也是下绒布寺附近。今天天气太好了。前面有一块纪念碑，过去看一下，有很多人在拍照。纪念碑8844现在的游客只能在这个地方作为终点，前面就不许再进去了，所以大部分人都在这里面拍照，等待日落，看日照金山。据车上的导游讲，最近的几天，很多游客都没有看到珠穆朗玛峰，今天是天气最好的一天，确实太幸运了。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哇，面对神山，简直太神奇了，一切都是这么完美。确实非常漂亮。现在珠峰大本营里只有绒布寺附近有几个住处，但是条件非常简陋，大概一个床位100块钱，比以前的大通铺稍微强一点儿，但确实很冷，海拔又高。在这里待了将近2个小时，想看一看日落和日照金山。非常冷。这里现在是9月3号，气温只有零下4、5度。天渐渐黑了，日照金山不是特明显，但今天仍然是非常走运的一天。终于见到了珠穆朗玛峰的真容。此时已因为踏上爱的人正在路上，我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上，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此刻已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我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今天是阿里大环线的第3天，清晨我们离开了珠峰大本营，最后看一眼。今天我们的路程就是沿着珠穆朗玛峰群
路不太好走。马是吧？还骡子呀？小骡子，这骡子竟然，他拉出来了吗？我拉到车上去了，我靠！心痒痒的。算了。是。哎呦我操！那撞死一鸟啊！大老鹰！很快我们就看到了前面的卓奥友峰，这个也是8000米以上的高峰。远远看上去，卓奥友峰还是非常美，很清楚。我给你躲。这段路程是没有游客的，我们这个司机对路线比较熟悉，拉着我们尽量去接近这样的雪山，希望能拍到比较震撼的风光。那也曾是我的模样。不过开到前面有边防哨卡，不让车辆通过了。离开了卓奥友峰，我们继续前行。现在看到的是西夏巴马峰群，也是非常壮丽的8000米以上的高峰。我们的车是库鲁泽，可以往里开一下，再往前基本就没有路了，我们就在这拍了拍照，还是非常美的。司机师傅说，这个西夏巴马峰有一个徒步路线，可以一直往里走，有4天的行程，里面的景色非常壮观。西夏巴马峰的右侧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湖，叫佩措湖，非常的蓝，这个湖也不小，蓝天白云，非常美的画面。我们往湖边用无人机去拍个照。这里的海拔大概4600米，远处的雪山就是西夏巴马峰。这佩措湖都是开放的，没有门票，但是景色也是非常美。其实阿里大环线所有的湖泊，因为都非常大，而且并不是封闭的，即使有的作为景区收费，也可以找到不收费的地方，景色是一样的美。珠穆朗玛峰国家自然保护区这个立碑，说明西夏巴马峰和这个佩措湖仍然属于珠穆朗玛峰自然生态区的地方。今天这条路线风光异常壮美，都是雪山、湖泊，雪山都是8000米以上的。感受一下今天的美景。生命已过半，许多梦还没能完成，前方的路该怎么走？
浪费的时间已变成狂乱的皱纹，你的天真还有几分？太多的情感，有些人还懵懵懂懂，前方的路要往哪儿走？曾经的勇敢已变得越来越无感，眼前的路只能靠缘分。本以为可以做一个有故事的人，没想到最后输给了认真。不要停下你前行的脚步，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又怎么为啊为啊，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今天是阿里大环线的第4天，今天天气不错，湿地可以看到雪山的倒影。一会儿出发。严格上来讲，今天才是真正要进入阿里地区。进入之前先加个油，因为在阿里地区油费非常贵。出发。今天整个路程要将近500公里。路过了一片像沙漠的地方，沙漠、湿地、湖泊、雪山融为一景。继续行进。今天这个白云非常的漂亮，感觉有点像是行进在大草原。前面就是阿里的地界了。阿里了吗？在这边要进行检查。看吧。行，你们下到了，你们下去相互拍拍。西藏秘境天山。这个是进入阿里地界的第一个垭口，5200多米。整个阿里南线的路是非常好走的，都是柏油路。我们走了一条小道，准备去马棚雍措。是刚前面就要到马棚雍措了。这是马棚雍措旁边的雪山，非常壮观。这是一片湿地，可以在这儿拍一拍照，有倒影，随便动一动，感觉像跳舞。继续往湖边开，看着很近，实际上还要开一段路程。这边是开放的，所以它没有门票。现在到了湖边，湖非常的蓝，旁边就是雪山，风非常非常的大。
说话的声音都听不到。整个马旁雍措可以环湖，有一段是要收费的，其他段路都不需要收费。所以如果司机熟路的话，都可以绕过收费站。湖很漂亮，非常非常的蓝。这个纳木纳尼峰正好在湖的旁边，而另外一个神山冈仁波齐离得就非常远，从这里看不到。这是我们一起包车的小伙伴，最大的77岁，太厉害了。我们一会儿等着看日落。现在继续往前走，有一个鬼湖比较著名，在它的旁边，离雪山更近。我们从这里开过去。这个鬼湖据说原来和马旁雍措是连在一起的，现在分开了，挨着。你可曾听说过雪山悬崖，曾让人魂绕梦牵？传说中有宝藏。你可曾听说过雪山悬崖？今天是阿里大环线的第5天，清晨，我们看到了冈仁波齐雪山。传说中有宝藏在上面，也藏着万丈深渊。今天的目的地是去古格王朝，一路上都是扎达图林的景观。扎达图林是西藏非常著名的地质结构，这里应该是一个没有开放的遗址地，也是土林结构，非常美，进去看一下。各种颜色的土林，看看我们用无人机航拍的效果，还挺不错的。就这样，无所谓既然或是悲切，有一首歌唱过就好。就这样，不在乎默认或是谎言，走一条路无尽就好。有谁真正离开了这个土林的遗址，我们继续前行。一路上的风景也还不错，西藏很多的风景是在路上，确实不错这句话。今天的这个道路两边都是土林结构，非常壮观。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We are，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飞腾着的，不安着的。傍晚时分，我们终于来到了古格王朝。今天晚上就住在这附近。
古格王朝兴盛于1100年前，但是300多年前一夜之间却消失了，非常神秘的一段历史。面前的这个小山就是古格王朝的遗址，有门票65元。遗址下面景色非常的漂亮和壮观。四周环绕的都是土林。明天准备一早到这里来看日出，看这里非常著名的日照金山。我是北京老刘，请继续关注我精彩的西藏阿里之行。谢谢关注。阿里大环线的第6天，清晨来到古格王朝。一大早开车来到古格王朝，看日照金山。这里的海拔不算很高，早晨也不是很冷。8点半，阳光把古格王朝照得金灿灿的。今天我们继续去扎达土林。听说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叫霞峪沟，我们准备过去看一看。路上的景色就已经非常壮观了，两边都是巨大的土林。霞峪沟还是一个未开发的景区，那里没有公路，现在开始进入霞峪沟，都是土路。这条沟的沟口有当地的村民收取30块钱，属于卫生管理费。到头车就开不进去了，但是人可以继续往里徒步。今天阳光非常的暴晒，但是风景实在太漂亮了。
这个狭义沟面积还是很大的，有好几个沟口，每个沟都非常的漂亮。我个人感觉比我去过的美国和土耳其的类似地貌更加壮观漂亮。这个扎达土林方圆非常的大，长度就有几十公里。到阿里旅行，这个扎达土林地貌是必看的地方，实在太精彩了。我们到的时候大概是中午下午，如果是早晨和傍晚，应该光线更加漂亮。这里基本没有游客，当地的人也很少到这里来。置身在这土林之中，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太漂亮了。太壮观了，感觉比美国的大峡谷那个风景更加漂亮，而且可以走得非常近。在这里逗留了3个多小时，恋恋不舍地离开。13天的阿里大环线，这是我们一起临时结伴的5个人。之前准备包车的几个人都因为高反和生病离开了。奋不顾身吧，跃入深渊吧，苟延残喘才明白光明的意义。隆重介绍一下这个77岁的老人，和我们同车，阿里13天，完全没有高反，上蹿下跳的比年轻人还活跃，实在太厉害了。很多年轻人不敢来西藏，就是怕高反太辛苦。看看人家这样的77岁的老人，健步如飞。这是我在南极旅游时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已经游历了很多国家，在国内也骑行了全国各地，实在太厉害了。今天是我们阿里大环线的第7天，今天都是在路上。我们要走阿里中线，这条线上有几个不错的风景，但是道路非常艰难，只有短短的一段路是柏油路，后面的都是土路了，所以必须好一点的车。我们的是库鲁泽，所以在这样的崎岖土路上开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这条路上有许多未知的路，比如要涉水，要渡过一些烂石路。如果普通的车可能就是很颠簸，另外一个有可能会断路过不去。看看今天的路基本都是这样的路，大部分都是越野车 SUV， 都是4驱的车才能够走。这是我们在路上碰到的仅有的1、2辆车。右边。
我们其实想试图超过这辆车，但后来发现这辆车的发动机也是不错的，不比我们的差，所以为了保证安全，也没有强行超越。说说我们这次的阿里之行，最初我们有3个人想包一辆车，但后来有一个人惧怕高反，临行前退出了。后来另外一个人来到拉萨后，突然发现胃痛，到医院检查得了肾结石，无奈也只能退出了。后来我就临时跟司机联系，拼凑了一些人，后来我们就组成了5个人的小团队，用了一辆库鲁泽的车，8座，3排车。好在这个车的减震性能不错，所以走在这样崎岖的路上，后排的人还能够接受。如果是减震系统比较弱的车，其实坐在后排是非常难受的，非常的颠簸。因为基本上中线的很多都是这样的路，要上千公里，会非常的难受。哦，吃土了，这条路算是吉普车开出来的穿越之路，所以沿着车辙就基本上可以到达想去的景点。但如果不是本地的司机导游，还是容易迷路的，因为这里面车非常少，有一些岔口不知道怎么走。小心，定了一条路了。要吃亏了，麻烦我就知道吃亏了。他的车也不差。哦，慢点。吃亏了，你看。这是路况所限，我看。我们在阿里无人区赛车。今天整整1天的路程，没有什么特别的景点，都是这样赶路，所以还是非常辛苦的。大概要开了500公里。哇！还有黑人来掩盖我们的，靠谱阿里里内。薪火自高，情感与皓月珍贵。我想干得了我吗？我哎呦我天！哎呦！很不幸，在这个地方，我们车内的一个女孩腰被颠的扭了一下，疼痛难忍。没有路，吃回去吧！我操！是的，右边还有一辆。臭的，赶紧来，是不是白山？我靠！靠啥不走完？终于到了今天的目的地，这里是仁多乡。穿越阿里中线的所有越野车都在这里面入住，只有这一个地方可以住。看一看这里面住宿环境，最艰苦的了。看看这个村的环境，这是我们住的客栈。老板已经尽最大可能的把客栈整理得干干净净了。看看这是标准间，每个人2床被子，因为晚上是非常冷的。这里面海拔4870，不知道今晚能不能睡得踏实。明天开始精彩的阿里北线一错再错的行程，敬请关注行走世界的北京老刘西藏阿里13天大环线之旅。谢谢点赞和关注。阿里大环线的第8天，有惊喜。你又走吗？易碎的看到了西藏最美的盐湖，
那也曾是我的。今天走的是阿里中线，道路非常不好走。让他们先过。这样的路普通车是过不去的。这是丰田坦途啊，先过了。好，8道上8道。这是路上遇到的其他2辆车。哎，我这个小运好，你窗裤子关上，窗户关了，窗户关了，对，窗户都关上。我们都不带踩油门的，我操！看好了，看好了啊！丰田酷路泽，陆地巡洋舰了，我操！你看我踩油门了吗？我操！你是不是也不就他快就过来了？我干嘛要车好啊？他第一个动作啊！对的，我们走了，你们在这干嘛？好，一起啊！这是今天经过的第一个湖泊，人清修不错。我们后面的路程就是一错再错。这个湖泊也是傍着雪山，但总体来说没有特别大的亮点。湖的颜色也比较一般，现在有一点逆光，所以湖的颜色不是特别好看。打个卡拍个照就可以了。不同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怎能在那人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挣扎，不做挣扎，不知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全大，也曾指尖弹出水沙。我们继续前行，在崎岖的道路上开了2个多小时，现在可以看到来到了一片盐湖。这个地方叫扎布耶措，也就是扎布耶查卡盐湖。西藏的盐湖不是特别多，和青海没法比，但是这个扎布耶盐湖非常漂亮，它的天空之镜比青海的查卡盐湖我觉得更漂亮。最主要的是这里一个人都没有。看看湖面的倒影，真正的天空之镜非常漂亮，云朵也漂亮。这个湖水下面不知深浅，所以我们也不敢贸然下去。拍照非常漂亮，跟乌尤尼玻利维亚的天空之镜乌尤尼拍出的照片有点类似，当然面积没法跟人家比了。我们同车的2个小美女在尽情的拍照，我也来一个自拍。我们继续找下一个拍摄点。这个湖还是挺大的。这样的感觉更加像乌尤尼了。是不是挺美的？不会拍是吗？像刚下过了雪一样。这边的云彩也比较厚重，看着景色比较魔幻。上下有点晃啊，你这。
在这里用无人机来拍个照，从上面来看一看这个盐湖的景色。很明显，这个湖是一分为二，左边很漂亮，右边是盐地。分别拍了几段来欣赏一下。趁着你还没醒来，我已悄悄地离开，迎着第一缕风，穿过最后的雾霭。黎明还没升起来，我知道并不是所有鸟儿都飞翔，我知道并不是所有鸟儿都飞翔。当夏天过去后，还有些花未曾开放，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去。一道亮光曾划过，留住青春片刻。泪滴含早些花落，没去想为什么。阿里大环线的第9天，继续一错再错的行程。今天去到了司机认为西藏最漂亮的湖当若雍措。今天是阿里大环线的第9天，今天的路仍然不好走。扎尔南木措现在开始收费了，我们先拍个图。他是怎么事吧？你得知道，他是报复性的。疫情亏了吧？就是说呢，疫情他们以前都不收费，算什么亏啊？以前都不收啊？以前不收费。阿雷北线就是疫情期间，不是这跟疫情有没有关系？因为没办法，有人呢。今年这疫情期间，大家都没挣钱，拉了个绳，亏本，房租上得拿。就立了这么一个大石头石碑，收费120。扎日南木措，有人戏称简称是扎南措。这个措相对于其他几个最著名的湖泊来说，不是很显眼，也不是很漂亮，但是阿里中线基本上要经过它，所以很多人为了不后悔，还是买票进来了。这个是从今年9月1号才开始卖票的，不知道今后会不会一直延续。因为120块钱相比于其他免费的和收费的湖泊来说，这个价格都算是非常高了。在这里摆个 pose， 拍个照，张开双臂，背影拍照打卡，这是我的标志动作。小伙伴也疯了起来。那情深深雨蒙蒙，世界只在你眼中，相逢不问为何匆匆，山山水水几万重，一曲高歌千行泪，情在回首。疯狂拍照了一把，继续赶路。在扎日南木措待了1个小时，继续前行，前往下一个司机认为最漂亮的湖泊当若雍措。我们
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都长大了，来到了当若雍措，非常美。湖边跑起来，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就这样。当若雍措湖的面积非常大，如果环湖需要几个小时。我们再找几个比较漂亮的点去拍照。看一看这个当若雍措的湖，非常的蓝，特别漂亮。当若雍措这个湖是免费的，但是比刚才的扎日南木措要漂亮很多。前面有个高地，我们准备上去拍照。多么蓝的湖泊，确实很漂亮。这个位置没有什么游客，我们打算用无人机来拍一下。越过山丘，虽然你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还未读眼前的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在这个点拍完照，我们准备去文布南村，那里是今天晚上我们住的地方，也是在湖边。这个村子还挺著名的，上过央视第3集。看看这个湖多漂亮，所以生活在这个湖边还是挺惬意的。这里就是交通不便，否则将会成为非常美的景点儿。不让是我不再寂寞，我是一滴远方无心的泪水。路上遇到的当地村民，骑的摩托，光在这湖边开车就开了将近2个小时，真的非常美，很多地方都可以拍出非常美的照片。前面就是文布南村了，看到那个堆的小房子，哇，这个当若雍措真的非常美，难怪司机说这是他认为西藏最美的湖。这就是文布南村，我们今晚住的地方，条件非常简陋，不过就在湖边，可以看落日和晚霞，非常美。一道亮光曾划过，留住青春片刻。泪滴含早些花落，没去想为什么。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巴黎大环线的第10天，来到了西藏最大的湖色林措。我们同行的小伙伴一起合影，还有2天就要分别了。哥，
今天是阿里大环线的第10天，我们继续一错再错的行程。今天一路上会经过很多的湖泊，而且以前没有路，只有土路。前面这个湖叫当琼措，昨天我们住在了当若雍族的湖边小镇文布南村，住在了4人间，条件比较简陋，80块钱一个床位。早晨起来，我们让房东给我们做了面条，必须用高压锅才能煮熟。我们没有在当琼措逗留，今天要赶路，我们预定了明天去圣象天门的预订单，所以要把2天的行程赶在1天完成。这里没路了，直接从那翻到那边就掉湖里去了呀！没看到你车车，我一下都能给他怼上去。他不上不去吗？我加把油门给他怼上去。前面那车一大。挂到。越过这个山，我们就到了色林措。市区弄起来，明了，我这挡不到了。这里就是色林措，色林措是西藏最大的湖泊。我们把车开上了山头，看看色林措，非常美。可以说一路上天气都非常的好，我们很走运。这个色林措是国内第2大咸水湖，仅次于青海湖。照例我们准备在这里做一个航拍，大家欣赏一下。朋友啊，这世界会将你的梦破败，而他从来就不会有一丝同情。再也别像个疯子一样的拼了，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来疯狂。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在色林措的右边是错愕湖。天开始明亮了。谢谢关注北京老刘，记得点赞，可以评论，评论必复。阿里大环线第11天，这里就是纳木错的圣象天门。纳木错离拉萨并不远，从拉萨就有圣象天门纳木错的2日游。那也曾是我的模样，飞腾着的，不安着的。阿里大环线的第11天，提前3天预约了去圣象天门。那也是，你就是动力越好的车越稳。你那霸道吭哧吭哧的，妈的！有羊群，拦路了，稍等。我怕，这不是吃不起，家里不是没这条件。别按喇叭，人弄你喽。哎，这个给后面雪山拍进去，羊群雪山，这个低机位才行。可以，当然。他不走了。
这一片牧场还挺多的，遇到了几次羊群。哪有太多的借口，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昨晚我们住在了班戈，从班戈出发到圣象天门不是太远，2个小时。现在圣象天门里面不能住宿，如果能住宿，可以看到这个三生石这边的日出。看到远处那3个石头了吗？车开到这儿还是不需要门票的，再往前开就要收门票了，按约码，80块钱一个人。现在我们进了景区，首先是经过了这个山坡，很多人下来爬上去，上面可以看到圣象天明的远景和全景。自驾过来的话，从这里爬上去并不累，也就100多米。这个位置就是很多人网红打卡的地方，非常美。好了，我完了。好，谢谢。在这里打卡拍照完之后，可以继续开车，向前面那块圣象天门一个大石头开过去。远处的雪山是念青唐古拉山。据说这个圣象天门每天限制人流是300人，但应该远远不止。下面这个就是圣象天门，象就是大象的象，看到那个大鼻子了吗？这个湖就是纳木错。走，去那个圣象天门看一看。纳木错的国家公园还有一个地方入口是门票120，如果2个地方都要来就是200块钱，如果只到这个圣象天门可以绕道过来80块钱。阿里大环线一路走过来，这个地方算是游客多的。本来想在这里飞个无人机，但是司机说人太多不安全，就放弃了。还是有其他游客在这里玩无人机的。这就是圣象天门那个石洞，感觉这里边有一些地方拍照还是挺美的。今天天气依然非常好，蓝天白云，特别的通透。纳木错是西藏第2大的湖泊，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同时它也是西藏3大圣湖之一。今天是阿里大环线一错再错所经过的最后一个湖，纳木错，很美的记忆。同车的77岁老人七哥一定让司机拍一个视频，奔跑在纳木错。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来，给你点吃的，吃吧。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一路上我们没有近距离的看到藏羚羊，但是却经常看到这个肥大的土拨鼠。
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宿命里徘徊？痴情像我凡俗的人世中难解的关怀。人们说没去过阿里就不算到过西藏，于是我就来了。12天大环线，精彩历历在目。I'm ready for love, I'm ready for you. I'm sitting right here. I'm waiting for you. I'm ready for love. I'm ready for you. I'm sitting right here. I'm waiting for you. Surrounding away. From my life, I need to save me and be by my side. I'm ready to love, I try letting go. I feel breaks apart, straight from my heart. I'm ready to be the one for you. You're standing right here, maybe it's almost true. I've been chasing dreams, releasing my tears. Never to hold you, forever to love you. You'd be crying for me. Yo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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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crying for me. In the end, you'll find your own way home. Break my heart, take your love with you. Just let me understand that you still fe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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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itting right here. I'm waiting for you. I'm ready for love. I'm ready for you. I'm sitting right here. I'm waiting for you. Surrounding me, but from my life, I need to save me and be by my side. I'm ready to love, I try to go. My favorites start, straight from my heart. I'm ready to be one for you. You're standing right here in this moment of truth. I've been chasing dreams, releasing my tears. Never to hold you, forever to love you. You'll be crying for me. In the end, you'll find your own way home. Break my heart, take your love with you. Just let me. You be the sun of your love. You still feel you still feel you still feel you still feel